谁能懂宋爷爷这句话的含金量呀？明明自己是爱宝乐园的员工，而为了福宝，却让爱宝乐园的粉丝去关注其他动物园的消息。爱宝乐园园长看了头顶直冒冷汗，心想宋3岁爱说点啥说点啥吧。园长生怕宋爷爷一言不合直接跳槽。两个爷爷这2天在外风光时，爱宝园长这2天夜里都睡不好觉，也不知道这俩人到底哪句话说的是真的，哪句话说的是假的。前2天2个爷爷夸下海口，表示电影票房达到预定票房数就集体去看福宝。此时主持人问，要是园长不同意怎么办？毕竟园区还有双胞胎呢。江爷爷直接一句不同意，那就集体请辞。一旁的宋3岁听了，嘴角都快压不住了，心想早就想这么干。而听了这句话的园长腿都软了，这哪还敢不同意啊？园长心想，实在不行我陪着你们一起去呢。园长主要是害怕他们去了就不想回来了，怕他们直接留在福宝身边。爷爷们想去看福宝的强烈内心，仿佛是感动到了园区的枫叶树。碧绿的枫叶树上居然奇迹般的飘落下了一片红色枫叶。福宝这时被枫叶落下的动静惊醒了，福宝看了一眼手中的枫叶，接着坐起身。福宝以为是宋爷爷来了，但结果并没有。福宝又躺了下来，拿起了身旁的枫叶仔细端详，这让福宝小时候的回忆一下涌上了心头。福宝不相信宋3岁没来的事实，又抬头看了一下园区。福宝看到宋3岁确实没来后，将手捂住了眼睛。虽然只是简单的一个动作，但却让姨姨们感觉到了福宝有些失落与伤心。爱宝正在床上吃饭，而福宝则在旁边拼命折腾，试图引起妈妈的注意。就算不断的摔倒，福宝也不放弃，感觉手用不上力，福宝就用牙咬妈妈，想让妈妈转过身来给自己也尝一口。此时的福宝跟爱宝相比，爱宝就像是一座大山，福宝则就像是一个毛绒玩具，任凭福宝怎么折腾都无法撼动爱宝。爱宝甚至连头都不回，根本不想看福宝一眼。福宝踉踉跄跄的在妈妈身后对着妈妈的毛一口接着一口。姨姨们表示，这个瓜娃子真是从小就爱薅他妈妈的毛。福宝从妈妈身后的缝里钻到妈妈身边，爱宝也很是细节，察觉到福宝钻过来后才向后靠去。当福宝在身后时，爱宝一直都是向前弯着腰，害怕压着福宝。虽然临时福宝一口也捞不着，但是妈妈的爱将福宝填得满满的。一会儿妈妈吃完，福宝有点不开心了，自己蹲在角落，自己跟自己玩。爷爷这时来到房间，试图哄福宝开心。心情好转的福宝开始在妈妈饮水盆上折腾。福宝从小就练爬妈妈饮水盆的动作。一会儿福宝被妈妈发现了，被妈妈拖到了床上。爱宝让福宝在床上待着，不要乱跑。福宝本来是听妈妈的话的，但由于自己对环境的好奇，在床上爬着爬着就给自己爬没了，动作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。福宝摔下来后怕妈妈发现，又拼命的想给自己爬上去。就在福宝不断努力时，突然腾空飞起。原来爱宝早就发现了福宝。爱宝让福宝体验了一下起飞的感觉，爱宝将福宝拖到角落。这一刻福宝只能属于爱宝，福宝哪都不能去，只能陪着妈妈，除非爷爷又给爱宝送来了窝头。爷爷这时将室外的门打开了，让爱宝和福宝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福宝跟妈妈出来后胆子小小的，没有了刚才在室内时的调皮，而是时刻跟在妈妈屁股后面，妈妈去哪儿福宝就去哪儿。一会儿福宝趴在门口睡着了，爷爷将门打开，福宝从小平台上掉了下来。此时福宝还没睡够，只是睁开眼看了一眼，然后给自己翻了个身继续睡去。因为有妈妈在的地方，福宝就有安全感。一会儿爱宝回室内，福宝立马就醒了过来，表示让妈妈不要走这么快，等等自己。宋爷爷扛着竹子走进福宝的园区，手里还给福宝带了一块大窝头。此时福宝正坐在树上，看着爷爷扛着竹子进来，将竹子和窝头放下。宋爷爷示意福宝记得下来吃东西，之后便离开了。福宝在树上呆坐了一会儿，还抬头看了看天空。福宝坐在树上眯着小眼睛，感觉福宝随时都能睡过去。福宝昨晚肯定又熬夜了，没少被隔壁301住户投诉，福宝黑眼圈越来越重，都成夜猫子了。福宝索性直接爬了下来，防止自己睡着，再一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。福宝惬意地趴在树上，眼睛看向远处，看着看着眼睛就闭上了。等福宝快睡着时，福宝又立马坐了起来。福宝是在和自己的困意做抗争，自己不想睡，但又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皮，福宝反复如此。而小木床上的竹子和窝头也没有去吃，直到最后福宝彻底抵抗不住眼皮的重力，趴在小树上小睡了一会儿。中午，宋爷爷又来到了园区，继续给福宝放置着竹子以及胡萝卜。宋爷爷走后，关门的声音使福宝醒了过来。福宝坐在树上望着小亭子上的胡萝卜，
口水都流下来了，但始终没有挪动屁股从树上下来。福宝最近有点懒，懒到不想吃饭。一会儿，依依重新排队，再来看福宝时，福宝终于从树上下来了。福宝来到小木床上，先是将窝头吃完，然后吃起了竹子。福宝要是再瘦下去，两个爷爷都要内疚坏了。福宝坐在小躺椅上，细嚼慢咽地吃着竹子。福宝的状态看上去，那就是生活悠闲且自在，不慌不忙，不紧不慢地吃着。而与此同时，乐宝也正在营业。乐宝抓着树干一个单臂旋转，去到树上，迷得场外的姨姨们惊叫连连。乐宝则表示基本操作不需要大惊小怪。这父女俩全身上下都是活。昨天辉宝烦了爱宝一晚上，早上江爷爷刚来，爱宝就叼起辉宝，想让奶爸给其带走，表示自己不想要了。一会儿爷爷打扫完房间后，让爱宝先出来吃饭，而自己则是继续去打扫另一个房间。在爷爷打扫房间时，瑞宝走到爷爷身边，紧紧抱着爷爷的大腿，想让爷爷陪自己玩。瑞宝抓着爷爷大腿，被爷爷拖来拖去的，但瑞宝就是不放手，甚至还觉得这样有点好玩。打扫完卫生，便到了给两只熊猫宝宝喂奶的时间了。爷爷怕辉宝喝不到，还帮辉宝扶着奶盆，而辉宝则表示自己已经长大了，表示自己不用扶了，让爷爷放下，要自己喝。两只熊猫宝宝喝完奶，被爷爷拖回房间，拖到身边后，爷爷又给辉宝和瑞宝擦了擦身体，然后俩熊便一熊抱着一只靴子进行啃咬。好在爱宝只生了2只，如果3只的话，爷爷的靴子还不够分呢。忙碌了一上午，下午爷爷来到爱宝房间时，爱宝正在和熊猫宝宝们睡觉。爷爷看着爱宝这个样子，不断念着耶波耶波，意思是夸爱宝漂亮，全身上下都漂亮。一会儿熊猫宝宝们睡醒后，便开始了打闹。每次打闹基本都是辉宝占上风，除非辉宝不想玩了，瑞宝才能占到辉宝的便宜，趁机给辉宝压到身下。姐妹俩在一旁打闹着，而爷爷在一旁耶波耶波着。俩姐妹打着打着，注意力便到了爷爷这里。瑞宝率先对爷爷发起攻击，给爷爷的手机镜头都从后置摄像头撞成前置摄像头了。不过好在熊猫宝宝们都还小，爷爷很快就给瑞宝和辉宝降服了。辉宝在爷爷的手底下一动不敢动，甚至还有点享受。第二天早上，爷爷来看爱宝，此时瑞宝和辉宝蹲坐在房间的门口，像是想要出去玩耍。瑞宝和辉宝这小小的身影简直不要太可爱。爷爷让爱宝将2只熊猫宝宝带回房间，爱宝走到2只熊猫宝宝房间后，对其说了点什么。